2025年注定要成为全球历史的重要转折点，多位属灵领袖、预言家得到启示。2025年将成为世界各国势力重新洗牌的关键节点。无论你信或不信，这些事件正在迫近。今天为大家带来可信度最高、对我们影响最大的7个大事件。第一大事件：战争的阴影笼罩全球。2025年，一个注定因战争而闻名的年份。预言者们在祷告中听见的最震撼的词汇是战争，战争，战争。这一年，战争的阴影将笼罩全球，大国对抗、地区冲突、恐怖主义威胁将达到新的高峰，新闻头条将被战火覆盖，而背后更深层次的属灵征战也在暗中进行。预言中提到，2025年最引人注目的国际冲突将发生在美国与中国之间，具体围绕的焦点是巴拿马运河。这条被誉为全球航运咽喉的关键通道，成为大国争夺战略资源的重要战场。在意象中，中国被描绘成一条红龙，拍打着翅膀，试图通过巴拿马运河扩展其全球影响力。这条红龙象征着共产主义的灵，企图通过经济、政治和军事手段影响全球秩序。红龙的咆哮不仅震撼了巴拿马地区，更试图波及美洲大陆。预言中的画面令人震撼。唐纳德·特朗普被形容为一位驯兽师，身穿黑色长尾礼服，手持一根鞭子。他的每一次挥鞭都让红龙退缩，这象征着特朗普在遏制中国扩张方面的关键作用。他的鞭声不仅驱赶了红龙，还让整个共产主义灵在全球范围内受到抑制。这场较量预示着中美之间的对抗将进入新阶段。此外，预言还揭示了一则惊人的细节：巴拿马运河的内部存在严重的腐败。主的灵指出，运河的管理和控制权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权力交易，而这些腐败行为最终将被曝光，引发全球范围内的震动。除了中国，朝鲜也是预言中被重点提到的国家。这个长期封闭的铁幕国家，在2025年将迎来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局。意象显示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统治将走向终结。他被比作现代的法老，因迫害百姓和阻挡福音传播而遭到神的愤怒。预言中提到，金正恩和整个金氏家族将如多米诺骨牌般迅速倒塌。这个独裁政权的崩溃将为灵性复兴和福音传播打开大门。当金氏家族的统治结束后，神的福音将如洪水般涌入朝鲜。预言显示，来自韩国的宣教士将越过边境，将属灵的光带入朝鲜。这一过程中，成千上万的灵魂将得救，而长期阻隔福音的铁幕将被完全撕裂。在朝鲜的土地上，天使的显现和神迹奇事将变得异常频繁，病人得医治，心灵被释放，人民将在神的荣耀中获得真正的自由。这场属灵复兴不仅将改变朝鲜的百姓，也会深远地影响整个朝鲜半岛的局势。除了大国之间的对抗，2025年也将见证地区冲突和恐怖主义的活跃。预言中明确指出，加拿大的多伦多、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和纽约，以及欧洲的一些重要城市可能会遭遇恐怖主义袭击。这些事件不仅是安全问题，更是属灵势力对抗的表现。主的灵特别提醒他的子民，为这些区域代祷，祈求神的保护临到。中东地区的局势在2025年也将进一步复杂化。预言显示，以色列将继续面对来自周边国家的压力和威胁。然而，主的保护会临到他的选民，使以色列在这些冲突中得以站立。虽然这些战争和冲突看似源自人类的政治、经济争夺，但预言揭示了背后的属灵根源。这是一场天国与黑暗权势之间的征战。共产主义的灵、恐怖主义的灵等势力正试图通过人类的战争和混乱，延缓神的计划。然而，神的子民被呼召起来，
通过祷告和属灵的征战，与这些黑暗势力对抗。第二大事件，全球灵性复兴的席卷。灵魂的觉醒即将降临，这是神赋予人类的特殊窗口期，这是预言者们对于2025年的第一大启示。在这一年中，全球范围内的灵性复兴将加速展开，成千上万的灵魂会因神的作为而转变。这一复兴并非随机，而是聚焦在那些灯中有油的行者和属灵渔民身上。这些人是对神的旨意保持敏锐感知并完全顺服的信徒，他们的生命将成为复兴的火种，燃烧在世界的各个角落。主特别提到，这些渔民将经历神超自然的恩膏释放，他们不仅会看到神迹奇事，还会在属灵领域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。预言中详细描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场景，天使的显现将变得愈加频繁，荣耀的光辉将笼罩在神的子民之上。这些超自然的事件不仅将点燃信徒们的信心，还会吸引许多尚未认识神的人归向他。无论是个人的生命还是整个教会，都将被这一浪潮所更新。2025年的灵性复兴不仅局限于属灵领域，物质界也将随之发生变化。神应许将转移罪人积存的财富给义人，这一属灵经济的转移将成为基督徒群体的祝福。同时，神将开启一个短暂的繁荣窗口期，以帮助他的子民为更大的属灵战役做好准备。然而，与这些属灵复兴的浪潮并行的，是对那些不冷不热之人的强烈震动。预言中指出，这些人将经历一场剧烈的灵性震动，目的是唤醒他们，让他们意识到时间的紧迫性。主的爱不仅限于已经醒着的群体，也希望通过震动唤醒那些迷失的灵魂。2025年将成为灵魂收割的重要年份，神的子民会像棒球手套一样，准备接住那些从黑暗中归向光明的人。这一收割的速度会非常快，而神的渔民则需要时刻预备，以应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属灵行动。第三大事件，自然灾害的加剧与末世迹象的显现。2025年，地球将迎来一连串毁灭性的自然灾害。这些灾害不仅是地质活动的结果，更是末世预言的具体应验。在天与地的交汇中，自然的震动成为神对人类的警告，同时也是唤醒人心的重要工具。预言指出，2025年地震活动将大幅增加，震中将集中于环太平洋火山带等地壳活跃区域，从中小规模的震动到破坏性极强的大地震。全球各地都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。在意象中，地震的频率和强度令人恐惧，高楼倾塌，道路断裂，河流改道，一些沿海城市甚至面临被海水吞没的危险。许多国家和地区将在地震中蒙受重大损失。这些灾难不仅提醒人类自然的威力，也让我们警醒，末世的钟声已经敲响。与地震相伴的是火山喷发。预言显示，2025年的火山活动将极其活跃，特别是在亚洲和南美洲的一些地区，滚滚岩浆从火山口喷涌而出，浓烟遮天蔽日。意象中，这些火山爆发被描述为地球内部无法抑制的呐喊，似乎在警示人类悔改归向神。除了地质活动，全球气候系统也将在2025年进入更为混乱的状态。飓风、龙卷风、洪水和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将频繁发生，对人类的生活和生态系统造成巨大威胁。预言中提到，2025年将成为飓风最活跃的年份之一。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热带风暴会以更快的速度、更强的破坏力袭击沿海地区。美国南部和东部地区，尤其是佛罗里达州和德克萨斯州，将成为飓风的主要受害地。此外，龙卷风的活动范围也将扩大，甚至影响到此前从未经历过的地区。气候的极端变化还会导致洪水和干旱同时出现在全球不同地区，
一些国家将因连续的暴雨而遭受洪涝灾害，而另一些国家则面临干旱带来的粮食危机。这种极端天气的对比显示出自然界的剧烈震荡，也预示着生态系统的脆弱性。2025年不仅是地球表面的震动，也包括天上的预兆。罕见的天文现象将引发全球的关注，这些天象被认为是神对世人的直接提醒。预言中特别提到，2025年将出现一系列罕见的红月亮现象。红月亮被视为圣经中的重要预兆，象征着末世的临近。此外，还有一颗巨大的彗星划过夜空，带着耀眼的尾巴。这颗彗星在异象中被描述为来自天国的信息，将引发世界范围内的讨论与思考。除了红月亮和彗星，天空中还会出现一些奇特的光线，例如极光现象出现在非传统的纬度区域，甚至可以在赤道附近观测到。这些光线色彩斑斓，令人惊叹，却也带着一丝神秘感，仿佛在提醒世人有更大的力量正在掌管一切。虽然这些自然灾害和天象看似是偶然事件，但预言明确指出，这些震动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属灵意义。圣经中曾提到，地震、饥荒和天象将是末世的征兆。2025年的这些现象无疑在提醒世人，神的日子临近了。人类需要重新思考与神的关系，并为灵魂的归宿做好准备。自然界的震动也是神给人类的最后警告。通过这些灾害和迹象，神试图唤醒那些仍在沉睡的灵魂。这些震动并非单纯的惩罚，而是神的怜悯与召唤。在这些灾难面前，神的渔民被呼召起来，为世界代祷，并在混乱中成为光和盐。他们的祷告将为更多的灵魂带来保护和指引，同时也让更多人看到神的荣耀。第四大事件：全球经济秩序的巨变。2025年将是全球经济秩序发生重大调整的一年。这一年，全球经济将在繁荣与危机之间摇摆。传统货币体系受到挑战，数字货币迅速崛起，区域经济合作逐渐成型。与此同时，隐藏的经济危机也正在悄然逼近，可能引发全球范围的震荡。预言中提到，2025年将成为数字货币的关键年份，区块链技术的普及和去中心化金融系统的兴起，将彻底改变传统的货币体系。2025年，多个国家将加速推动国家级数字货币的研发和推广，甚至一些主要经济体可能完全取消纸币流通。预言中提到，数字货币的崛起如同火箭发射，特别是在第一季度，其发展速度将异常迅猛。企业和个人的支付方式、银行交易甚至财富储备都将被重新定义。数字货币的普及不仅改变了货币的形态，也推动了全球范围内新型经济体系的建立。这种体系将以科技为核心，打破传统的货币壁垒，为跨国交易和区域合作提供更高的效率。然而，这种快速的转型也可能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。虽然数字货币的发展令人期待，但隐藏的经济危机也在2025年悄然逼近。预言中指出，这场危机可能引发类似于1929年大萧条的经济震荡。预言提到，美国作为全球金融体系的核心，其经济地位可能在2025年面临严重的挑战。美元的持续贬值、债务危机的加剧以及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，都可能导致美国经济陷入深度危机，而这一危机的影响将迅速蔓延到全球。预言中描述了一个惊人的画面，象征美国经济的飞机坠毁了2次。第一次坠毁象征着美元主导地位的瓦解，而第2次坠毁则预示着更大范围的全球经济崩溃。尽管如此，异象还显示，这架飞机在唐纳德·特朗普的领导下重新被修复并成功起飞。虽然它不再像火箭般强大，但足以稳定的运行，
象征着经济的逐步复苏。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，区域经济合作成为各国应对挑战的重要手段。预言中特别提到，美国、加拿大和墨西哥将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，甚至可能推出统一的货币体系。预言显示，这种新型的区域经济合作可能涉及统一的货币体系，其名称可能被称为阿盟，可能是美洲货币的缩写。这一货币体系将整合三国的经济优势：加拿大的能源资源、美国的科技和金融实力，以及墨西哥的农业和制造业能力。这种整合将为北美地区的经济复苏注入强大的动力。这一合作的核心是消除三国之间的金融边界，简化跨国贸易和投资的流程。这种模式不仅增强了北美地区的经济竞争力，也为全球其他地区提供了经济整合的新范例。经济动荡不仅仅是金融和市场的问题，它也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属灵意义。预言中指出，这些经济事件的发生是神在末世中使用的一种方式，目的是提醒世人关于属灵财富和永恒价值的真正意义。在经济危机的背后，预言提醒信徒要更加注重属灵的财富，而非单纯追求物质的积累。神通过这些经济动荡向人类传递一个重要信息：真正的安全感和财富并不在这个世界，而在于与神的关系。在全球经济震荡中，神的渔民被赋予了特殊的责任，他们被呼召通过祷告为世界经济秩序代求，同时在混乱中成为光和盐，带领更多的人找到属灵的盼望。第五大事件：以色列与神圣盟约的重建。2025年，预言中以色列被推到全球关注的中心。作为神的选民之地，以色列不仅将在属灵上经历一场伟大的复兴，还将在经济和地缘政治层面取得巨大的突破。以色列与神的盟约将被重新加固，而这种加固将为全世界带来深远的属灵和物质祝福。预言描述了以色列与神之间的盟约，如同一条双股的绳索，神的那一端永远强而有力，未曾改变，而以色列的那一端却因人类的妥协和背离而变得脆弱，仅剩下几根细细的线条维系。预言中提到，唐纳德·特朗普将在以色列与神的盟约修复中扮演关键角色。他与以色列的深厚关系，以及公开祝福以色列的行动，使这条脆弱的绳索得以重新加固。新的金色线条被加入，使盟约变成了一条牢不可破的三股绳索。而圣经中明确指出，三股绳子不容易折断。预言特别强调，当以色列重新回归与神的盟约时，祝福不仅会降临到以色列本身，也会扩展到那些祝福以色列的国家。主应许，凡是祝福以色列的国家，必得神的祝福；凡是咒诅以色列的国家，必受神的咒诅。这一原则将在2025年被进一步印证。预言中，以色列的经济前景被描绘得异常光明。神的祝福将体现在资源的丰富与农业的复兴上。预言显示，以色列将在地中海沿岸发现大量的天然气和石油资源。这些资源不仅会推动以色列的经济发展，还会使其成为全球能源供应的重要参与者。这些新发现的财富象征着神对以色列的恩典与祝福。在预言的意象中，以色列的土地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，主的荣耀像春雨一样降临，使土地变得肥沃，农作物丰收。葡萄、番茄等农产品被描述得硕大无比，象征着神的供应是无限的。这一农业的复兴不仅是物质上的繁荣，也是神对他子民信实的彰显。2025年，以色列不仅将在物质层面繁荣，更将在属灵层面经历一次前所未有的复兴浪潮。预言中提到，以色列的一些拉比会开始公开承认他们过去在教导上的偏差，并认出耶稣就是他们等待已久的弥赛亚。
这一转变将引发以色列内部的灵性震动，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将归向基督，拥抱福音。异象中，以色列的街道上充满了欢呼与庆祝的声音，人们手舞足蹈，赞美神的恩典。这种复兴不仅发生在宗教场所，更延伸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，成为全球属灵复兴的重要象征。以色列的属灵复兴和物质繁荣将为全球带来深远的影响。预言显示，以色列的复兴将重新定义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，周边国家对以色列的敌对态度可能因神的介入而发生改变，一些国家甚至可能与以色列建立更加友好的关系，为中东的和平与稳定开辟新局面。预言中提到，美国作为以色列最坚定的盟友，两国的关系将在2025年进一步加深。这种合作不仅体现在经济与军事领域，还将扩展到属灵和文化层面。以色列的祝福将成为美国复兴的重要推动力。以色列的复兴不仅是历史和地缘政治的事件，更是神信实的直接体现。预言中提到，神从未忘记他与亚伯拉罕立下的盟约，那些盟约将以更加荣耀的方式显现。在异象中，亚伯拉罕之约被描述为一份覆盖着尘埃的古老文书。当神吹去尘埃时，这份盟约重新焕发生机，象征着神的计划正在展开。农业的复兴、资源的发现和属灵的觉醒，都是神信实的证明。以色列的复兴也将激励全球的基督徒看到神的应许是何等真实。这种信心将推动更多的信徒积极参与属灵征战和灵魂收割，为末世的最后阶段做好准备。第六大事件：恐怖主义威胁与属灵征战的加剧。2025年被预言为一个危险与警示并存的年份，恐怖主义威胁将在这一年急剧上升，震撼世界的同时，也让属灵征战变得更加白热化。无论是欧洲、北美还是亚洲，都将面临由邪恶势力策划的攻击。欧洲作为一个多国交汇的大陆，将再次成为恐怖活动的焦点。预言中特别提到，一些关键城市会经历恐怖袭击，这些袭击不仅针对基础设施，还旨在打击人们的安全感和团结意识。巴黎、伦敦等主要城市可能成为目标，而这些事件背后是属灵黑暗势力的操控。预言显示，北美地区的恐怖主义威胁也将大幅增加。加拿大的多伦多和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、纽约将面临重大安全挑战，这些地方可能发生规模较大的袭击事件，引发广泛的恐慌。然而，这也是神的子民被呼召站立起来，为这些城市和国家代祷的时刻。在亚洲地区，恐怖主义威胁将表现为新兴恐怖组织的扩张。预言中提到，这些组织不仅企图制造混乱，还试图遏制福音的传播，特别是在中东和南亚地区，基督徒可能会面临更大的迫害。但这也是见证神荣耀的重要时刻。除了恐怖主义威胁，2025年还将见证自然灾害与人为灾害的叠加效应。这些灾难不仅考验着人类的生存能力，也迫使人们反思自己与神的关系。预言指出，自然灾害与恐怖主义活动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彼此呼应。洪水、地震、火山喷发等自然灾害的爆发，往往与人为冲突和暴力事件交织在一起，造成了更大的恐慌和破坏。这些事件的发生是属灵层面黑暗势力在试图制造混乱的表现。然而，神特别强调，他会保护那些忠于他的子民。在这些灾难和攻击中，属灵渔民的祷告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。他们的代祷不仅会带来神的介入，还会为更多的人提供属灵的庇护。预言中揭示，2025年不仅是物质层面的战争高峰，也是属灵征战的巅峰时期。黑暗势力试图通过恐怖主义和灾难控制世界，但神的光明将始终照耀。
他的子民被召唤在这场战争中站稳脚跟。预言提到，共产主义灵与恐怖主义灵将在2025年试图联手，延续其在全球的影响力。这些灵通过恐惧和控制，使人们远离神的真理。然而，神的子民被赋予属灵的武器，通过祷告、禁食和行动，与这些黑暗势力对抗。属灵渔民在这场征战中扮演着关键角色，他们不仅是祷告的先锋，也是属灵复兴的推动者。主特别提醒他的子民，2025年是一个最后的窗口期，渔民需要抓住机会，为灵魂的收割做好准备。尽管黑暗势力看似强大，但预言中明确指出，神将通过超自然的方式干预，天使的显现、神迹的彰显以及属灵武器的使用，都将使信徒在属灵征战中占据主动地位。这不仅是一场属灵战争，更是一场胜利的序曲。虽然恐怖主义和灾难看似是纯粹的破坏性事件，但预言指出，这些事件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属灵意义，它们是神用来唤醒沉睡灵魂的手段。通过这些震动，神提醒世人，时间已经不多了，回转归向它是唯一的出路。在恐怖与混乱中，神的子民被呼召成为黑暗中的光明，他们的生命和见证将吸引更多的人寻求神的救赎。正如主所说，黑暗无法胜过光明。第7大事件，复兴的巅峰与神荣耀的全面显现。2025年将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属灵高潮，复兴的巅峰与神荣耀的显现将同时席卷全球。无论是个人、教会还是国家，都将在这场超自然的复兴浪潮中经历神的大能。这一年不仅是属灵征战的胜利之年，也是神显明他信实与荣耀的年份。复兴的高潮离不开属灵渔民的参与，他们被形容为戴着棒球手套的接球手，时刻准备接住涌入神国度的灵魂。这场灵魂收割的速度是前所未有的，灵魂们从黑暗中急速涌向光明，而渔民则成为复兴浪潮的核心推动者。预言中提到，复兴将不再局限于某一地区，而是以全球化的方式展开，从北美到欧洲，从亚洲到非洲，神的灵将像火焰一样席卷大地，教会将经历前所未有的增长。许多尚未归信的人将因神的奇迹和荣耀而被吸引。这一年，神迹奇事将不再是少数人的经历，而是普遍化的现象。病人得医治，瘸子行走，瞎子看见的场景将频繁出现在教会中，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会出现。预言中强调，这些神迹的目的是显明神的大能，并吸引更多的灵魂归向他。2025年，天使的现身将变得愈加频繁，成为神荣耀显现的重要标志。这些天使将为神的子民带来安慰、保护和指引，同时也会参与属灵征战，帮助渔民战胜黑暗势力。预言显示，自然界也将回应神的荣耀显现，曾经满目疮痍的土地将恢复生机，河流、森林和农田将显现出更新的迹象。这不仅是一种生态恢复，也象征着神对他创造的完全掌管。以色列将成为神荣耀显现的中心。在复兴浪潮中，以色列的拉比们将开始公开宣告耶稣是弥赛亚，更多的犹太人会归信基督。预言中提到，以色列的街头将充满喜悦和赞美的声音，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属灵觉醒。2025年的一个重要属灵标志是亚伯拉罕之约的重现。预言中，这一古老的盟约被描述为覆盖着尘埃的文书，而神将亲自吹去尘埃，让它焕发新的生命力。这个盟约不仅是以色列的祝福之源，也是全球信徒的属灵遗产。随着以色列与神盟约的加固，那些祝福以色列的国家和个人也将分享到这一祝福。神的荣耀不仅局限于耶路撒冷，还将通过以色列扩展到全世界。
这种祝福的扩展将显明神对列国的计划和他的大能。全球教会将在2025年经历一场灵性的更新，那些对神忠诚的教会将迎来成长与扩展，他们的讲道将充满全能，聚会中将有神的荣耀显现。教会不再只是一个宗教场所，而是神荣耀的居所。然而，这场复兴也伴随着神对教会的筛选。那些形式化、失去属灵生命力的教会可能会面临震动甚至关闭，而忠于神的余民则会在这些震动中脱颖而出，成为复兴的中坚力量。在预言的画面中，黑暗势力似乎在2025年达到了巅峰。然而，神的光明将彻底击溃这些黑暗势力，无论是共产主义灵、恐怖主义灵，还是其他黑暗权势，都将在神的荣耀中被瓦解。2025年也是神赐给人类的最后窗口期，用以准备迎接末世的终局。神的子民被呼召抓住这一机会，为灵魂的收割和教会的复兴做出最后的努力。2025年不仅是一个充满震撼的年份，更是一个满怀希望与使命的年份。每一场灾难背后都有神的旨意，每一场复兴浪潮都是神信实的彰显。在这场属灵与现实交织的巨变中，神呼召每一个人做出选择：你是否愿意站在光明的一边，成为他计划的一部分？预言的最后画面充满期待与荣耀，主站在门外，准备迎接他的教会。2025年将是灵魂归回、神迹彰显和荣耀显现的一年，而这一切都在为迎接神的国度铺路。作为每一个聆听这一预言的人，我们需要问自己：我们是否准备好了？时间有限，行动才是对神的回应。